好，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做一个特斯拉的财报的一个分析。因为特斯拉财报刚刚出来，然后市场反应是偏负面的。我们来看一看哪个地方我们觉得有点问题，该注意的地方。那么另外一个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市场上现在有一个数据指标，它是近些年来比较差的。那么我们跟大家看看这个指标是什么指标，然后我们今天该如何去进行一个应对。付费内容免费点赞。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个及时的分析和信息的分享，别忘了给我们频道点赞转发，谢谢。我们开始。来，我们看一下今天上午刚发的这里，就是财报这里我们比较注意的几个点。那么第一个点呢，就是说营收是23.46 billion， 然后呢 EPS 是 0.85， 然后呢上季度的 EPS 是 1.1块5，那么这其实差别是很大的。然后这个地方我一开始认为我认 beat 的概率比较大，因为什么呢？因为市场上现在 price in 了大约 25% 左右的定价，但现在出来的结果呢，比这个好像还差很多。我们来看，需要具体来看一眼，就是它的数据具体是怎么样。然后一会儿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市场深度的一个数据。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特斯拉的这个今天的一个表现。整体上我们看到这是它的今天的一个财报，我已经把这个 presentation 打开了。现在的时间是我们是刚收完盘20来分钟，也就是它刚出来了。然后呢，它现在是跌了，大约在170左右。那么这个位置上呢，一会儿我们会技术分析再分析一下。我个人在这个地方暂时没有任何一个参与，那我一会儿给大家讲为什么没有在这里参与。那我来看看，首先呢，第一呢就是 profitability 是 11.4% 的这么一个数字。那么这个是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就是 11.4% 的这个盈利率还是比较薄的。那这个肯定就是第一时间反映在市场上的这么一个股价中了。那么这是它的一个反应。那么后面我们还关注的还有包括现金流包括 EPS 都是在这个。那么它的这个营收是85分，应该是差不多我们看一下它预期是多少，预期是85分差不多，但是它的就是 revenue， 就是说它的盈利是这个85分，但是 revenue 是比预期稍微少了一些那我可以看到 Thinking Alpha 里应该有，对，就是说稍微少了一些。那么我们就要看看比如说 cap 这个东西包括它的现金流那么它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 cash 是 2.5 billion 也还好，然后 free cash flow 0.4， 其实就整体上来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就是特斯拉这个地方你要想暴跌，除非是外部环境出问题，要不然的话，它现在整体上的这个金融环境或者说它的资产环境还是可以的，没有特别大的一个问题不能说没有问题，但没有特别大的一个问题。然后我们来看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指标大家来看就是去年同期的时候，它的这个做汽车，大家就看汽车这一项它的汽车的一个毛利能达到将近 30%， 就是这是一个太高了这个是太高了那么现在来说呢，就是它的一个毛利也可以达到我看是20%不到19.3%那么这个19.3%是在它这个已经进行了非常大的降价的基础上那么它降价的基础上呢，降了之后，我们说它的毛利降了将近1/3那么只能靠什么呢？只能靠这个产量的增加进行一个弥补那么它整个的营收是增加了多少呢？增加了大约20%那么它的整个我们说它的营收，它的这个毛利的这个降低还是挺多的因为很多时候市场上的预期是什么呢？预期是一个20%，能不能守住20%毛利的这么一个空间。而且今天早上呢，有一个其实不是特别好的消息，就是它这个马上在财报出来之前就在这个地方呢又做了一个新的降价。那么这样它的毛利呢又会大幅的再次增加。假设说我们一辆车卖咱们就说5万5，对吧？那么原来的话，它比如说5万5的一辆车，我们可以算一下就5万5的一辆车，它的毛利是 30% 的话，它一辆车呢就可以挣到咱们说按照5万算吧，那么乘以就是说 0.3 的话，那差不多一辆车就可以挣到多少？就是15000，对吧？
就是差不多是能挣这个15000左右。那么现在呢，通过降价已经降了很多了之后，它就变成什么呢？就变1万。那差不多它一辆车的降价应该是在6000到7000，而它现在呢，就是现在是1万，对吧？那么说明什么呢？说明它本身它的成本其实也在降低。那在后面的财报上其实也讲到了，就是它成本其实也是降低了，那但是成本的降低的速度和你降价的速度是没法比的，所以整体上你的这个 margin 还是要大幅的一个萎缩。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什么呢？另外一点就是当下它又减了啊，比如说 Model Y 的价格又减了3000多，然后Model 3的价格应该是又减了3000多，好像就各又减了3000多。那么这1万的话呢，就是它又降了3000多的话，那么它这个又从20%的里面啊，又降了30%，对吧？那么就是差不多现在这个毛利的话，应该就在14%、15%。那它这些净利的话是只有11.4%。那你如果是14%到15%的话，那你的净利在下一个季度如果是这样的话，假设其他都不变的情况下，那这个净利其实在下个季度就更低了，对吧？那你整个的这些数字啊，这些它的就是说能支撑股价的一些东西就会受到一些很大的影响。所以昨天这个降价其实本来我觉得 beat 的概率大，但是昨天这个降价对它后面的一个发展和影响其实还是挺大的。所以我们先看到的就是Adjusted EBITDA， 大家看这是 18.3%， 然后呢就是 Operating Margin 就咱们说的净利现在只有 11%。那么这个净利虽然说比什么福特啊这些还是通用啊什么还要好很多，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就跟原来比如说我们说特斯拉类似于跟一个软件公司似的，这个净利非常高，到现在来说正是 11.4% 的话，它其实是吐出了将近1半的利润，对吧？虽然我们的这个说成长啊，或者说产量是大幅的增加，但是它吐出了1半的一个利润。但是我从长期的一个角度来说，我作为长期投资者，我认为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因为你这个价格出来了以后，我希望比如说 Model 3它现在39900，你能不能再降到35000，降到35000以下的话，那基本上凯美瑞也好啊，雅阁也好啊，就是这些经济型轿车，他们的空间就会被整个 Model 3彻底压榨。那么 Model Y 所占的这个市场的话，你如果只有4万多的话，基本上电动车市场就没有什么竞争了，基本上全部都是你特斯拉一家独大。好，看一下公司财报其他的一个部分。那我们说到它这里讲到的说 Total Revenue 只有 24% 的增长啊，那么来到是 23.3 billion。 其实这个地方就是跟它的一个，它是要求 50% 产能的一个增长，或者这是说 delivery 的一个增长。那你说就算我们说产能的一个增长，大家看到就是汽车的这个 delivery 这个也没到 50%， 对吧？那么比如说你对比的话，这 Q1 对 Q1 它也没 50%， 所以说它还在这个就是说在汽车的这个 50% 的够也没来到。那么这就希望它从它其他的地方啊，就说你这公司的盈利咱薄利多销，或者说我们不挣钱，就是先卖这个平台也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它的这个增长上也是看你怎么解读的。如果要是 44%， 其实也是非常强了，在这个整体经济环境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但是你这个东西你市场如果看市场了，市场现在如果环境不好的话，大家会要求更高。然后他说了就是增加了这个什么，就是增加其他的 business， 一会儿可以说还是有亮点的啊。然后呢就是减低了一些，你看它降低了这个raw material commodity 啊，还有就是降低就是靠4680电池，因为4680电池的特点是它所用到的稀土少啊，稀土我忘了是哪个稀土了，是这个镍呀还是叫什么就是这样的一个稀土，它不是锂电池这种不是稀土的这个金属，它用的这个就是应该是镍吧还是什么，就是说制造那个电池正极的就那个金属它的需求是降低了，因为4680它每个特别大嘛，它每个特别大，它用那个正极的用量就少，所以这个能降低 5-60%。 那如果能全面铺开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就是说如果能全面铺开的话，那么特斯拉就可以就是很大程度上再次降低它的成本。那么如果满大街咱们说都是特斯拉，那么其实你在挣钱你就不需要汽车挣钱了，你还有很多很多的方式去赚钱，对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特斯拉一个我比较喜欢的一个点，就说到了其实也是这样的然后呢 cash flow 对吧是217个 billion然后411，就是说整个的它的公司的运营还是非常健康的，还是非常好的
那么这就是 operational summary， 你看就是还是这样，就是产量就是这有一个问题啊，就是 Model 3和 Model Y 的增长还是很强劲的，但是这个Model S 和 Model X 的增长不是特别强劲。还有一个特别不是特别让人欣喜的，就是你的这个 Q4 和 Q1 之间的这个增长不是特别明显啊。那么就是降价以后还没有完全就是产能还没有完全 boost 上去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位置上可能还需要市场的一个新的一个解读。因为我们如果仅仅就是看市场上价格的话，那我们这个分析意义不是特别大。所以我觉得光看价格的，那当然现在是当然有跌一部分了，但是因为这里面没有看到一个特别让人觉得可以涨的点，没有看到特别涨的点，所以说它是这个当然说 Q1 是 records of numbers， 然后呢 Model Y 是吧，为 showcase 4680，那是增加到4680的这个产量，而且4680电池还有什么 Cybertruck， 就是这个卡车应该是快出了。如果卡车出的话，能否带动非常多的一个需求，这个也不太知道啊。然后柏林、上海、加州、德州啊，德州那个产量还是很大的啊，加州是最大，然后上海是最大，对吧？然后加州、德州他们整个产量是非常够的，对，然后呢，讲到了这个生产，那各方面的话，其实都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那么中规中矩，没有看到这个地方有什么雷啊或什么的。然后又讲到了这个自动驾驶，然后这个也都没有看到特别多的一个，就还是中规中矩的一些东西。然后讲到了这个 Model 3 Model 3的 cost 是有一 30% 的一个降低，那么是至于它的一个对生产线的一个优化呀，还有就是说。它整体上是对于生产线优化，对电池组件的优化呀。那尤其是4080电池，我不知道，至少现在没听说放在 Model 3上，但是就是它的整个对于 Model 3的这个成本是那个降低很多。然后我们说的就是储能方面的业务是增长非常迅速，一年增长了将近3倍4倍多。那么储能也是特斯拉未来非常强劲的一个东西。虽然说很多人也不觉得储能这个技术活吧，但是我觉得其实储能其实还挺有用的，就以后储能业务 utility 这一块，特斯拉其实还有非常多的可以做的事情，而且它的增长这个地方是它未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亮点啊。然后 service 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它的，包括我自己也是看到它用的就是包括怎么说呢，卖这个 supercharging 是一个，另外还有就是它的保险这些，就是那就看到这些了。那就整体上来说。那么就是整个它就是 Outlook 对吧 Outlook， 那么还仍然是 1.8 billion 的块180万辆，所以它仍然是有这样的一个期待180万辆。那么今年的这个现在的是40几万辆，大家可以再回到看到它的这个是44万辆。那如果每个季度都是44万辆的话，那么只是170多，它还差一点。如果到180万辆的话，那么它每个季度还应该有比较强劲的一个增长。但是如果光达到180万辆也是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光达到180万辆，它的盈利如果跟不上，和光靠降价，这个可能对市场来说也是不是非常好的。那么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解读了。所以我可以看到的是，特斯拉我觉得比较喜欢的一点呢，就是这个亮点有点少。没有像前几次的话，我看完之后让我很兴奋。那么如果实在要讲究亮点的话，我觉得想给大家说的是，大家看cost of revenues 这个地方，储能是多少呢？储能是1151，然后呢，储能这个地方是1310，那么就算是11310和1310和1151那么差不多就是150。那么这个是上次差不多挣了150，那这次的话是这次的话储能是1361，对，1529，对吧？那么现在就是它这个储能这方面虽然成长的非常厉害，但是它没有说就是季度上我没有，就是盈利好像差的不是非常多。而我们看这个EPS， 大家看这个 EPS 这个东西就是你就只有7毛3对吧？ Diluted 是7毛3，然后 Basic 是这个8毛
所以这个算下来了之后呢，就是你会感受到，就是它的这个整个它的这个盈利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而这样的话，你所通过 EPS 来算的什么 PE 呀、PS 呀，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那么这个就是相当于都是比较低的。那么再看，比如说 Service Others 这个对吧？那么增加是1700、1800，其实还是赚钱的啊。Service 这还是赚钱，这其实也挺厉害的。保险业务啊、修车、二手车啊、卖二手车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再看它的这个 total asset， 就是说我们看 current asset 是多少呢？ current asset 是total current asset 是多少？42，但是里面的 inventory 是14，对吧？所以如果是 quick asset 的话，那就是42减14，那就是28。那整体上28个这个 million 还可以，就是说它的一个快速，就是说我们当下的一个财政还可以。那么这个 account 整个 liability 的，就是说他们债。整体债是还有37，所以说特斯拉整体的 equity， 就是说整体的对于公司的这个 equity 还是一个正的，就是说明它还是不错的啊。那么 quick asset 和 quick 就是 current asset 减 current liability 也是正的，那么整体上呢还是可以。那么也可以看到，就是 long term liability 呢也是有一些增加的，应该是有借债啊，还有就是其他的部分呢，就是对，还有这个，就是这个偿债应该是借钱的这一部分，应该还是继续降低，它还了债啊或什么的。那么这是我整个看到的，就是今天来看的具体的，还有就从如果我们看 cash flow 的话，cash flow 的话，对吧？那么就是对，那么 cash flow 的话是这样，我们 net income， 然后呢 net cash， 然后 net cash used 还可以。还可以，所以就是这个加这个260多，然后它应该是个负的小的一个负数啊，因为他们还有很多的投资，还有很多其他的，所以整个来说，公司的这个 net income 就是现金流，你看今天的这个现金流其实受到了跟上一季度比，其实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就是因为降价了，所以这市场上怎么去解读，或者说市场上怎么去理解这个降价的一件事儿，还有就是一会儿的它的这个咱们说的一个电话会议该如何去想这些或讲这些问题，那么这就是我们其实后面可以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了。好，那我们回到一个技术分析上来说，那么就是看一下，对吧？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当下这个走势，对吧？有的朋友说看不太清楚，那么换成白色的好一点。那么我们看当下这个走势的话，我们看这个是特斯拉的，特斯拉这个走势的话，如果刚才是到了173，其实这个位置上我觉得还是蛮危险的。如果你要是做的话，大家注意这个地方是一个成交密集区，这个地方也是，还有一个小的假突破，对吧？然后呢，你现在是到了一个它的一个成本这个支撑区，差不多就是在170附近。那么二次的一个拉回是可以做，完全可以做的，但是你要注意，如果明天是跌破了这个低点，它往上回拉不行的话，那后面的话，那这都是真空区，它要来这个一个比较低的位置进行回测了因为我刚才配合我们刚才对于这个整个关于特斯拉，咱们说看它的这个咱们看财报来看的话，那么这是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所以如果要是做的话，我觉得可能会在一个170附近进行观察，尤其是167、68附近进行观察。如果一旦掼破的话，就要立刻走，因为后面这个真空期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下杀。那向上的话，那么这里呢，从技术分析形态上，我还是认为说有可能是偏多。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一个2次的一个回拉的一个收敛，对吧？它在这儿做了一个类似于收敛，然后这样的话再震荡一下。用时间换空间用时间换空间，换这个好的消息，那么这是比较强势的，就是说明下来之后还有很多人买特斯拉，还有很多喜欢特斯拉，对吧？那么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点，关于特斯拉我们技术上的一个分析。好，那么另外一个数据我想跟大家观察，或者说是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来自于 Sentiment Trader 的一个分析，就是现在市场上 Number of Stocks Outperforming Index在20，就是说平均小于30%。那么这种情况出现的话，往往是一个比较弱势，都是在顶部出现这么一个信号，那么意味着市场上的上涨
是由什么呢？是由几个大型的科技公司或者大型的大号的股票拉动的，而大多数的股票往往没有跟上。其实这是我们多次强调的这么一个。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还有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如果看以当下市场上这个不管我们是看这个 ES 对吧 ？ES， 那我再放一个指标，我看 TTM， 好，那么不管我们是这个现在的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市场上的横盘的这个时间也是过久了。好，我给大家换一个这个指标，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比如 QQ 的这个指标。那么现在 QQ 的话，大家看这个横盘非常久了横盘非常非常久了。然后呢，这个 MACD 的面积大家可以看到非常久了。然后市场上出现的就是类似于咱们可以看到就超卖的这个信号肯定是没有了。然后就是这个，我们比如如果我们用 TTM squeeze 的话，那么就是这种市场已经在什么挤压或者说是横盘之后，它现在是做了很长时间的一个什么呢？做了一个盘整。那么现在的话是需要一个它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让它出现一个挤，或者说出现一个整个波动的这个增加。那现在这个波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SPX 的话这个 IV 来到了历史最低。你看它的 IV percentile 是0， IV rank 是0，就意味着最低。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SPY 的呢SPY 的话现在是0，也是0那么就说明我们当下今天完了之后，我们的这个 IV 来到历史最低那么另外我看一眼 QQQ 的，对 QQQ 的话也是3，也是基本也是非常低了。那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就是我们这里横盘的时间非常久那我们可以说，我从3月中这个地方横盘，我就开始进行一个龟缩。那么龟缩之后，大家拉起来之后又横盘，大家看这个横盘呢，都将近1个月的时间。当然了，你要非说亏的话，那亏了多少钱如果是少赚了，应该是 1% 吧这块少赚了应该是 1%。那么而且这个横盘它和牛市横盘一个特别不一样，牛市横盘的话，这个位置上是有很多个股去轮动，板块去轮动，这也没看到，就是一个横盘，就是每天没有人买也没有人卖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我认为当下市场上这个走势应该很快就要结束了。所以我今天呢是这么做的，就是在这个位置上，我除了把我的 5% 的补齐了以后，我做了一个什么呢？我在这里做了一个8月 QQQ 的335和3505的一个双开，然后双开之后一旦形成大的方向，我再进行一个对期权的一个调整来做，就是来 bet 一个什么呢？来赌什么呢？或者说赌也好就是压注也好，或者交易也好，一个它的一个波动要增加波动了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长时间就是这段时间一直都在做高抛低吸，做这个 TLT， 很多朋友其实一直跟着我在这看这东西做下来的。那么这个地方就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它横盘的时间太久了，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期权的价格也来到历史最低，或者说最低之一吧。那至少这么长的时间内，大家看到这个基本上就是非常低了。那么这么低的一个期权价格，我在做这个上面做 CC 下面卖 Put 的时候肉非常少了，所以我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可做的 TLT 这个仓的这么一个走势也是变得非常困难。我给大家把这个 NB 拿下来那么这样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当下这个走势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是做了一个什么呢？做了一个这个震荡嘛，做了震荡。那我们换成就是说，如果做 TLT 的话，我们做震荡的话呢，它现在就是一个是箱体的震荡，那么下面这个就是100多是不能跌破了。因为如果比如说出了很大的问题，比如说美债出了很大的问题，那么利息直线上升，对吧？政府出什么问题，我们这里卖的时候我基本都保在 101.5 保证呢就是说我能在这个位置上呢，就是说大不了就是不能亏到。所以说我一般来说卖的104到 101.5 那也没几毛钱。所以它现在这个卖 put 这一侧是非常难做，但是我在这个仓位的操作上说，这里是一个箱体的这么一个走势，那我就还延续箱体来说。那么什么时候比如说突破了下降走，或者说下降向弹下出不来，再会开启一个新的趋势。等我们开启新的趋势的时候呢，再按趋势进行一个操作。
那么以当下我的分析来说，这个地方呢已经开始，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做高抛低吸的这个也是空间变小了，所以整体上来说，我们可操作的空间是很小了。那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这里很快，不管是跌还是涨都应该会有一个不错的这么一个波段出来了。所以已经忍了很长时间的话，我们应该很快就要见到见到一个什么呢？见到一个比较波段比较强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呢，我就是希望跟大家一些分享这些操作。这个月的操作比较少，更新也比较少，所以我希望大家能撑耐住性子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我可以点赞分享我们的频道。那还有我们的 Discord我们 Discord 是就平常陪大家聊天什么的，也可以欢迎你来那么今天就先这样，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好，那么视频的最后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全新设计的，你可以到这个叫 Finding Your Edge .teachable.com 也就是我们在 Teachable 这个网页做的全新设计的反数科训练营的课程，自学的课程。那么这个课程我们变成了从初级、中级和高级的这个课程的一个重新的设计。那么在这里面呢，大家可以在初级的课程中如果您是一个交易小白，可以在这里面呢快速的脱离交易小白的状态。我们也陆续的有新的课程在这里增加。那么在中级课程里面呢，大家可以在这里呢学到包括我们如何构建一个交易系统构建交易体系，还有呢就是增加你的这个交易的一个经验。那么在高级课程中呢，我们除了构建完整的交易体系，同时呢又掌握一些龙头思维模型、选股、反脆弱、顺势而为、金融市场的一些其他方面的和多维度的这么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点击这课程里面的内容，然后呢我们在这里面有很多的课程，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有 preview 的这些内容，都可以在这里面呢是预览不用付费的一个预览。那么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浏览一下我们设计里面的这些课程。然后呢，我们这些课程呢还是不断的在进行一个更新几乎是差不多每周我也会有更多的案例，还有一些视频可能会出现重置，有些新的案例的讲解，还有新的一些策略的增加。比如之前我给大家分享过的我们一些模型煎鸡蛋包括我们说日内交易的战法，包括我们说的是这个个股操作的 ER 战法。那现在我们就可以在做这个 ER 的时候，就是包括现在我们这个财报季可以使用的，还有一根线战法，还有包括一个 VCP 模型、老乌龟战法，那么之前给大家都共享和分享过的。所以说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我们的网页，那就是 findingyouredge.teachable.com 来看看我们重新设计的这个课程体系。好，谢谢大家。